在中国东南部的沿海地区有这么一个地方，这里的人勤劳务实，也很会赚钱。刚刚那个解说小姐姐跟我们说哈，这个是一个香蕉树，家大业大，然后大树底下好乘凉，然后小鸡仔有8个，发发发，100年前的谐音梗，朋友们。这座城市创造的生产总值常年位列全国前5。但奇妙的是相比橱窗里闪闪发亮的奢侈品包包，这里的人可能更惦记玻璃档口后面挂着的那只油光锃亮、脆皮流汁的烧鹅。相比起一套华丽的衣服，他们可能更在意一只白斩鸡是不是皮亮肉滑。相比起名牌 logo， 他们更愿意把讲究放在一盅老火汤里。嗨，我是喜欢带你们探寻美食的肉仔肉。今天我们一起在广州把封神烧鹅、鼎炉粤菜、老街夜市都一网打尽，一次吃个够。落地第一站，我们直扑酒楼。要去吃的呀，就是我心心念念了好久，连江南4大才子都赞不绝口的山下一群鵝，説聲趕落河，咁落河捉鵝醫肚餓，食完翻歸鋤老婆。哎呀，好句啊！话说明清时期，炉烤禽类的技术随着战乱、移民和宫廷厨师的流动，南下传入岭南，而岭南地区鸭瘦鹅肥，于是烤鸭就这么变成了烧鹅，并成为了粤语地区的名菜，传遍全世界。入乡随俗。这里是一位热心网友推荐的，号称广府第一烧鹅的老字号粤菜店然后我们进来一看，全都是老一辈老吃家，游客很少。我们一进来的话，全都是直接默认说粤语的。粤语，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样吧。当然，入乡随俗除了烫碗筷之外一碗老火靓汤那也是必不可少的。真的是家里面煲不出来的那种味道。这所谓老火炼出来的玉液琼浆从这盘服务员倒出来的汤底料就可见一斑。鸡脚、猪肉、猴头菇、桂圆、无花果，这个应该是枣子吧？汤就是鲜度超级高，而且是清甜的那种，有股果香味，超级好喝。入乡随俗的第2套那便是广东人餐桌上永远绕不开的鸡。菜单上写的东山第一鸡到底有多牛？鸡皮超嫩，对不对？巨 Q 弹，里边的肉也是超嫩的，哇，什么都不加，这个味道就已经。广东人太会吃鸡了。游那个陈家池的时候，那个导游说没有一只鸡能够走得出广东，这就跟成都吃兔子是一个道理，太会吃了。这种粤式的白切鸡你们可以看到它表面是非常光亮的、光滑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是有一点点类似于啫喱状的东西流出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庆煮的时候，温度破坏了鸡皮的结构嘛，胶原蛋白大量释放，然后加上这种冷热水不断的交替胶原蛋白吸出来了之后就留在了皮的表面，它不仅仅增加了脆感、口感在视觉上也像刷了一层那种亮皮糖水的感觉，非常好看。朋友们，有一个点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来这种老的粤菜食府吃饭的话，他们是默认不会提供纸巾的，所以最好是自己带纸。然后就到了我们整餐饭的重头戏——脆皮烧鹅，而这重中之重就落在了脆皮2个字上。吹皮、烫皮、上皮水风干这一系列的操作都在为了一个目的服务，那就是制作出一张可以脆化的皮。而这玻璃般透光、咬下去咔哧作响的脆皮也成为了检验烧鹅水平的黄金标准。这就是传说中的东山第一鹅，这个玻璃般的脆皮这个是为什么粤菜里边叫烧鹅叫玻璃烧鹅的原因，太爽了，看着就。超脆，爆了我一口的油，还要蘸一个酱汁出来。要蘸酸梅酱。好解腻，是不是？就做这种特别肥的禽类你看法国人也喜欢白兰地香橙酱这种东西来解腻，逻辑都是通的。反正东山第一烧鹅是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目前为止吃到的最好的烧鹅，这个是肯定的。
朋友们，我们2个人这样狂吃，一共是消费了333。唯一的遗憾啊，就是我们2个人能点的菜真的是不多，有好多想吃的我们都没办法点，因为肯定吃不完。所以来这种老的粤式食府啊，真的是人多才是力量大呀。我们在上海吃面都吃了300多。对啊，我们在上海吃浇头面都吃了337，就是跟沪币一比啊，这个汇率大概至少是1比1.5左右啊。广州真的太爽了。我们吃完饭哈，你们肉嫂突然掏出来了一包在街边买的枇杷，我只能说看着真的很新鲜，连枝带叶的，就把这个当饭后甜点了吧。逛着逛着，我们就发现广州这座城市啊，就像是一颗洋葱，一层一层的旧壳里总包着新叶，于是便有了这种社区与新潮杂糅在一起的烟火气。哎，你超有动物园，贝贝。而粤菜也是如此，于是我们也决定去一家无论是在社交媒体还是朋友间口耳相传、讨论度都非常高的顶流新派粤菜瞧一瞧，这样才能更加全方位的了解这里的饮食文化嘛。又是那种经典的广式清甜味的汤哈，杀人排骨汤，你能明显的喝得出来红枣的味道。然后西洋菜的呢，你能喝得到西洋菜的那股清新的感觉，就是很有特点的2个味道。然后又是非常鲜的汤底，很暖胃的感觉。我们点的第一道菜干炒牛河，它呀作为试金石，可是再好不过了。哇，好香的锅气啊！试一试米其林1星黑珍珠2站的干炒牛河到底是怎么样的？这就是锅气。你们看哈，好的干炒牛河，粉是一定要炒透，但是又不断的；蔬菜呢是刚刚断生的状态，牛肉也非常的滑嫩入味，而且它的豉油在爆锅的时候加的多，你是能吃得到一股焦糖化的味道。不过话说回来，真的巴黎第一粤菜的干炒牛河真的有点强到，可能跟鼎盛的打一打。第2道经典的粤式蒸鱼。喜欢吃粤菜的小伙伴，或者在广东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哈，就是在粤菜馆子点鱼一般是只能点整只的，所以我们来跟点菜的管家沟通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只有他们的东星斑是可以按粒点的，就是这么小一份，不然的话我们就点不了别的菜了。剁椒的味道确实蛮不错的，自己发酵的，有很浓的发酵的香味，跟我们家自己做的那个剁椒酱来比的话，它的鲜味还要更足一点。然后就是号称他们家的招牌烧味香茅乳鸽。首先它的皮真的是非常的脆，然后就是香茅草的味道非常的浓郁，柠檬香气啊，你是深入到肉里的，把柠檬草的味道给浸进去了。我之前吃过花椒乳鸽、木酱子乳鸽，柠檬香气、柑橘调的香气都没有它这么深入到肉里边，这个真的吃的非常的解腻，而且是就是去掉鸽子禽类的那种腥味哈，非常的有好吃的。然后是老菜新做的小份烧腊丝拼，这个据说是他们家的招牌哈，入口即化的脆皮叉烧，好油，确实是入口即化。入口即化的原因是因为里面包的是一坨油，它就是纯肥肉，但很香啦。然后是他们的脆皮烧肉，要蘸这个酱汁嘛，也是很肥美的那种。然后是他们的叉烧和牛，太腻了，哦，这个叉烧和牛好吃。叉烧你能吃得到很香的那种酒香米汤发酵的香味，总香味是蛮玫瑰露酒的那个味道是用的很好的，非常浓的发酵的味道，说明它腌制的时候用的腐乳发酵的味道是非常足的，有点厉害。这梨子好好吃啊！小食品里边，你们多少的今日最佳给到了还放在旁边清口的梅汁梨，可以把那4个肉都换成梨子，我吃不了。最后呀，又回到了咱们频道的舒适圈环节，甜点。哇，它里边真的有菠萝肉啊！我第一次吃到里边真的有菠萝的菠萝包。哇，好香啊！我都闻到了那个扑鼻的香味。真正的菠萝包，因为里边真的有菠萝肉，挺好。
好吃的。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我们以前小时候经常吃到的一种甜面团，然后上面是焯脆的黄油脆壳，里边是烤过的菠萝馅儿。它这个味道其实跟凤梨酥还蛮像的，你别说，蛮好吃的，很有特色。广东人有自己的焦糖布丁哈，芝麻糊双皮奶，只不过焦糖它换成芝麻糊了。它这个芝麻糊比我们吃的那个街头芝麻糊浓好多，我的天！非常好吃。肉烧点的是30年陈皮炖莲子，虽然是一道非常简单的糖水哈，但是它这个30年陈皮的味道也太香了吧！锅碗有一种很通气的感觉。简单总结一下哈，我们今天2个人一共是吃了1100。首先菜的品质、菜的出品都很不错，味道上呢基本都没得挑，服务上呢也做得蛮细致的，我觉得算得上是广州高端餐饮中一个比较有代表的店了吧。总的来说就是还不错的体验吧。有一个东西我们没点的，但是一直想要吃，因为闻着旁边做的太香。对，我们发现我跟你们肉嫂饭量有限，点了干炒牛河1个主食之后就没有点煲仔饭，桌桌都点那个东西，闻着好，每一桌那个锅盖打开的时候都会把我们笑迷惑的快。所以如果有小伙伴吃的话，可以弹幕留言告诉我们到底好不好吃。对，帮我们尝一尝。然而，真正检验一座美食之都底蕴的地方啊，绝不止在这些食府、酒楼、大饭店里，那些藏在社区里的宝藏，才是水泥丛林的真正根基。美食街啊，特别是夜市街，是每一个美食之都逃不过的宿命。据咱们的网友小伙伴线报哈，西华街算是广州很出名的一条美食街了，并且这里有非常多的老店，也保持着不错的品质。那么他们的水平究竟怎么样呢？对不对得起广州美食之都的称号？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夜市小吃街快速筛选的奥义之一啊，看哪家队排的长。试试，这就是你们肉炒排了15分钟排到的3重茶，我也不知道好不好喝。它其实有点像泰国奶茶那种感觉，就是很浓很浓。倒不难喝，但是排队那么久呢，有点夸张。17块钱，值还是不值？然后夜市小妙招第2招啊，问买过的店的老板哪一家好吃，然后隔壁3重茶的老板就给我们推荐了这家布拉肠。尝尝去。所谓布拉肠啊，就是将米浆倒在热气腾腾的铺了白布的蒸笼上，迅速蒸熟，然后再拉起刮下来的肠粉。这种缘起于广州西关的传统肠粉制作方式啊，非常考验师傅的手活。米浆太厚糊嘴，拉得太急会破，火候呀全靠一双无情铁手来掌控。不过这套技术动作却能做出最薄、滑、嫩、透的肠粉，成为广府众多肠粉流派中西关手艺的代表。点了他们家的经典2件套哈，艇仔粥和招牌鸳鸯肠。所谓鸳鸯就是猪肉加牛肉包在里边的肠粉，是这味道。你吃下辣椒酱很好吃，是吗？不吃味。确实不错。哇，它这个肠粉里边滑熟的牛肉超级鲜嫩，然后肠粉本身又很 Q 弹，很爽。这确实暴打那种连锁肠粉店。艇仔粥哈，它里边混的就是很多海鲜，有什么鱼片啊、虾呀、腐皮、油条、花生米、生菜、葱。所谓艇仔粥，就是小艇小船上卖的粥。这种缘起于西关荔湾的船民小食啊，以鱼片虾仁粥为起点，发展开来之后，就再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了。不过除了鲜之外，爽脆的口感啊必不可少，也算是充满了老广水上生活烟火气的经典小吃之一了。加一瓢白胡椒，超级爽。还有猪肉皮和瘦肉啊。朋友们，这个2件套26块钱，值还是不值？给出你们的意见。接下来又是一道经典的广州船民小食鱼蛋粉里边给的东西真的还是不少哦，
鱼皮、鱼丸、牛丸，还有鱼糕，还有个这是什么小馄饨吗？然后还有小馄饨，真的就是非常典型的那种街头小吃哈。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咖喱鱼蛋，结果不是。被汤汁泡软的鱼皮还不错。它鱼蛋跟牛丸都还 OK 了，鱼皮也还 OK， 汤头呢微微鲜，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就是非常正常的沿海地区的这种平民美食哈。这一碗9块钱，你们觉得怎么样？值还是不值？你们肉少无辣不欢，2勺了。岭南湿热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啊，与药食同源的理念共同孕育出了广府独特的煲汤文化。清热祛湿、健脾生津，任何一样食材啊，在广东的老火慢炊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功效。所以在广府的汤中里啊，食材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咱炖的呀就是全宇宙。这家店的每一张椅子都被刚刚那只橘猫抓过，这就是它的地盘。我觉得广东的煲汤真的是不错。我第一次喝炖猪脑，那么为什么是天麻和猪脑呢？考究一番之后，我们得到了答案。天麻负责药性，主打息风止眩，是一味常用于治疗头痛头晕的药材；而猪脑负责进补，主打以形补形。所以对于有常年偏头痛困扰的肉嫂啊，我们这歪打正着的运气，你们就说巧不巧吧？它这个料给的真的非常的狠啊！它是一整副猪脑加了瘦肉打底，然后加天麻。我发现广东人煲汤真的非常喜欢用瘦肉，就是取其鲜，不给到那种脂肪的感觉。所以广东人煲的汤是清甜为主，不会出现那种浓白汤的感觉。哇，我真的觉得他们这个底汤就很牛啊！里边还有桂圆，果然桂圆红枣就是广东煲汤老三样。给到的甜感，然后清理的非常非常干净的猪脑，血膜都清理干净了。哎，朋友们，记不记得以前在巴黎也带你们吃过清理的这么干净的牛脑？完全没有异味，哇！这一碗18块钱，你们觉得怎么样？弹幕留言评论告诉我。同样清热祛湿、健脾生津的还有一味药，它呀就装在广州人的茶碗里。橘生淮南为橘，而橘在岭南啊，更是连皮都不放过。橘皮以陈酒者良，500年前的《本草纲目》中啊就已经有这样的记载。像这种泡的话，泡大概多长时间就 OK 了？就是15秒 ，OK，15秒就可以倒出来 ，OK。而当它真正开始蜕变为陈皮，柑橘调的清新和刺激感逐渐变为圆润的木质调沉香类的香气，就如同奶酪、火腿、葡萄酒、威士忌一般，风味啊在时间中被重塑，而新的故事便随之开启了。好香哦，真的好香。这陈皮味真的很上头，这个陈皮。尝的这个是5年陈的陈皮了，就已经非常香了。刚刚阿姨给我闻了12年，那个真的超级香。当然，广府茶里边啊，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凤凰茶。哇，它真的是有股兰花香哦。阿叔给我们科普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哈，原来单丛它是属于乌龙茶种的，真的非常非常香的花香味。绝！误入了一家老茶室啊！阿姨跟阿叔说，这条街上只有4家店开超过20年，其中一个就是他们家。他家有30多年了。他们的鸭屎香跟殷红9号新会陈皮，就是我们目前喝过最好喝的。对，真的非常非常牛逼。在这种地方啊，老店真的有自己的厚重的，有自己的历史的。这家又是刚刚那家老茶铺。这家又是刚刚那家老茶铺，阿叔推荐的啊，说是这条街最好吃的竹升面，手工做的，而且它上的时候还蛮有意思啊，它是汤跟竹升面，面是分开上的，蛋面的感觉。所谓竹升面啊，就是用竹竿压制出来的碱水鸭蛋面。这种诞生于广州西关的面条，在以稻米种植为主的南方啊，却能以独到的爽滑劲道口感与米粉果条打得难解难分，其实力啊可见一斑。我们点了他们的招牌哈，上面有大拇指的这个萝卜筒骨，
哇，这个汤一喝就是筒骨熬了很长时间熬出来的那种浓白汤，这个就跟我们刚刚喝的那个炖盅的那个汤啊，完全是2个风格。而且它偏咸，要配面嘛，而且有一股萝卜的清甜味。然而吃着吃着，我们才发现啊，这碗面里边还有一个隐藏的黄金配角，超好吃。它萝卜是入口即化，对啊，超级入味的萝卜，真的，我的天！哇，这个萝卜吃的也太爽了。成都话有个词形容这种口感啊，叫化渣。然后它的竹荪面里还是用葱油预先拌过的，让我来蘸试试啊。爽脆，我还第一次吃这种粗的竹荪面，以前我们吃的都是细的哈。它这个口感真的很舒服哎，那种碱水面特有的那种爽脆，但是它的碱味把控的又很好。朋友们，这一碗我可以给到夯的招牌萝卜筒骨竹荪面，夯中夯20块钱，值还是不值？判断一下。可以为了这碗汤打车来，我觉得。吃饱喝足，然后就在隔壁啊，我们顺路吃上了心心念念的黄皮果干。这个黄皮用来做菜绝了。岭南的物产丰富，水果成熟的窗口期较为集中，古代啊又没有冷链，那么人们只能用盐、糖、晒、渍、腌各种手法来延长水果的寿命，而这一墙满满的果干蜜饯，便是广府人对抗湿热气候的另一种解法。最后，咱们还是来到了本频道的舒适区。没错，广州人也有自己的甜品体系，而芝麻糊就是广州糖水铺中号称2沙3糊基石中不可或缺的一块。路过这家店门口被香迷糊了，手摸芝麻糊，广东非常传统的糖水啊。好香啊，我的天！超级浓，怪不得这家一直排那么多人啊！小时候你也喝过南方黑芝麻糊吧？这个就是 Pro Max 版，它就是纯的黑芝麻跟米现磨出来的，你这样冲起来，它就是那种黏黏糊糊糊嘴的感觉。米粉其实给到的是整体的黑芝麻糊的那种黏糊的口感。7块钱的黑芝麻糊，超香的黑芝麻糊，你们觉得值还是不值？弹幕评论告诉我。你去门口按桥买吧。我们后面这家三和美食也是茶铺阿叔推荐的一家30几年的老店啊，但是一路走下来，我们已经干不动一点了。留给小伙伴们，你们来的时候记得帮我们尝一尝是什么味道。好了，我们一路从西华路的西头走到了西华路的东头，总结下来就只有一句话：老街老店真的有老街老店的厚重。我们在这里喝到了非常好喝的天麻猪脑汤，还有黑芝麻糊、萝卜筒骨竹荪面，然后买到了目前为止我们喝过最好喝的鸭子香单丛、新会陈皮小青干，然后还有非常棒的陈皮跟蜜饯、黄皮果干。你能感受到哈，这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条所谓的网红街，它更多的是沉淀下来的这些老店，开了20-30年的，到目前为止依然非常能打的，品质依然非常稳定的这些真正经过了历史检验的这些店，而且和老板们交谈很有一种老街坊的感觉。就是你跟他们聊天，虽然是外地人，然后我们粤语讲的也很烂，但是大家也都非常的热络。对，找好吃的店的话，就像肉叔叔说的，大胆去问这些街坊们哪一家你觉得是最好吃的，大胆跟他们交流，然后感受这种真正的市井烟火气，这种现在我们很难在互联网上找到的活人感，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次体验。不知道你们今天最喜欢的是哪一家呢？欢迎弹幕留言评论告诉我们。如果你还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你记得一定要帮我们点赞、转发、投币、收藏、一键3连。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一起去探索和制作更多的美食，那么请你们记得一定要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么咱们这一期广州逛吃就先这样，下期再见。Peace out。